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这个家你还管不管？你弟迷上狐狸精，死活要退婚，你爸照顾你奶奶，照顾到护工床上去了，你奶奶拉偏架，支持你爸劈腿，轰我出家门，要不我死一个得了，让你们全家开心开心。挂断电话，我交代特助，工作往后挪一挪，我有私事要处理。特助，好的，老板，您看腾出几天合适？我3天足够了，多一天都算我手段不够伶俐。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家，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一见我，她拉长一张脸。张嘴就是你还知道要回来，我瞥他一眼，没搭话，只对迎上来的方嫂道，叫人把行李拿进我房间，少爷待会儿回来，让他等着，我睡醒后见他。方嫂毕恭毕敬，是小姐赵清瑞，我跟你说话，你耳聋了吗？不甘心被我忽视，我妈抢上前来拦住我的去路。好啊，你们现在一个两个全都不把我放眼里，你那死鬼爹，还有你们统统要造反。我被迫停下脚步，看向歇斯底里的母亲，告诉她道，为了挪出时间回来处理家事，我昨晚熬夜工作了一宿，你如果没有重要的事，不要浪费我睡觉的时间。你什么态度？我妈尖叫着质问。我是你妈，不是你的下属，你现在是在用命令的语气对我说话吗？我蹙眉，好的，我的妈，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你大可以继续追着我讨论我的态度问题，我保证立刻转头回去工作，家里的事撒手不再管一丁点。2，请你保持安静，有什么话等我睡醒再说，听懂了吗？听懂的话可以让开了吗？一个你字在口中翻来覆去滚好几遍。我造的什么孽？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骂归骂，他到底没有忘记我的脾气向来说到做到，怕我真的甩手不管，他乖乖坐回沙发上，不敢再堵我。我提步往楼上卧室走，我需要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熬了一夜，真困。2个小时后，闹钟将我吵醒，方嫂告诉我，少爷已经等半小时了。我稍作收拾，下楼见我弟。姐，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我要跟方晴退婚。我弟盘腿坐在沙发上打游戏，他面前的茶几上摆满各种切好的水果和未拆封的零食。我妈正殷勤剥橘子，一瓣瓣喂给他吃。为什么要退婚？我坐下，还能为什么？我跟方晴不是一路人，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弟一面吃橘子，一面热火朝天打游戏，忙得顾不上看我一眼。赵元飞，我单声喊出他的名字，语气没太大起伏。我给你2秒钟的时间，收起手机，好好跟我讲话。我弟拿眼睛瞅我，我掀开眼皮，目光凉凉射向他。他一个机灵，灭手机，揣进兜里，不高不兴的嘟囔：不玩就不玩呗。不过姐，我没开玩笑，趁你这次回来，赶紧把婚给我退了，免得我女朋友吃醋。你女朋友？我递过去一个话头，他果然神采飞扬，不待我多问，忙不迭顺着话道：没错，姐，我新交的女朋友叫蒋玲，温柔体贴，对我有求必应。方晴就家世比玲玲好，成天冷鼻子冷脸的，还要少爷我去哄她，真拿自己当姑奶奶，少爷我可伺候不起。姐，我把话说在前头，我有喜欢的人，你们要非逼我跟方晴联姻，别怪我离家出走，不许说这样的话。你姐又没说不顺你心意，对吧？瑞瑞，他临阵起手，给我摁上一个不伦不类的昵称，听得我格外心里不适。我忍住反感，交代弟弟，明天把你女朋友带回家，让我看看。弟弟一愣，以为听错了，反应过来后，高兴的一蹦3尺高。行，姐，我明天就带玲玲回家，你放心，我敢打赌，你肯定喜欢她。我弟欢天喜地找女朋友去了。方嫂问我是否现在用餐，我回答好。饭菜一盘盘摆上桌，我一步到餐厅，我妈追上来，那个蒋玲瞒着你弟，自己舞到方晴面前去，一面挑拨你弟跟方晴的感情，一面怂恿你弟退婚，也就你弟单纯，才看不清他的套路。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说起蒋玲，我妈横眉竖目，嘴里没一句好话，我觉得好笑，问她，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当着弟弟的面说？我妈一噎，眼神闪躲。我慢条斯理舀一勺粥送进嘴里，不客气地戳破她的小心思，合着你想在我弟面前演好人，推我出去当坏人？我妈神色一僵，硬着头皮狡辩，我是怕你搞不清楚情况，所以才特意提醒你，那真是多谢了。我讥诮道，我不喜欢拐弯抹角，你不如直。阿姨您看上去太年轻了，是吗？我妈云淡风轻地说，底子好而已，不需要什么保养。得了吧，老妈你真能装。我弟欠欠伸手比了个数，明明每年花在保养上的钱不下这个数，谎言当场被拆穿，我妈挂不住面子，她横弟弟一眼，正打算数落他2句，蒋玲抢先一步，尖起嗓子，板着脸，一本正经训斥弟弟。赵元飞，怎么说话呢？快给阿姨道歉。我弟在我妈面前一向没理都要强3分，作威作福惯了，怎么可能道歉？蒋玲见他不道歉，叉腰瞪眼，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行，看我今天还理不理你。我弟嘴一撇，无奈认怂道，是，女王大人下令，我敢不听吗？我给老妈道歉。老妈，对不起。我妈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她想发脾气，怕惹弟弟不高兴，想继续假笑，又心里窝火，实在笑不出来，于是表情4分5裂，相当精彩，搂住我妈的胳膊，亲亲热热道，阿姨，元飞要是惹你不高兴，你尽管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我妈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还要强忍着不露声色。蒋玲肆无忌惮大秀弟弟为她长出来的恋爱脑，并为此沾沾自喜。我喝着咖啡，觉得这出大戏值得我给他送一份回礼。我带他到衣帽间，指着一墙未拆封的包，对他道，我昨天才回来，时间紧，没来得及为你准备礼物，你看这些包有没有喜欢的，随便挑一样，
当做送你的礼物。蒋玲看着这一墙的包，眼睛都直了。她佯装客气，谢谢姐姐，但是这些包太昂贵了，我用不上。她大概以为我会同她客气2句，再拉扯一番，最后坚持送她包包。然而我干脆利落道，也对，是我考虑不周，那就算了吧。蒋玲的表情险些绷不住，她干巴巴笑道，谢谢姐姐。我微笑摆手，大方表示不客气。我不会根据道听途说去判断一个人，我对一个人的判断只来自于自己的观察与了解。弟弟跟方晴没有培养出感情，他想退婚，我接受。他有交往的女朋友，哪怕对方家世比不上方家，只要人品没问题，我也能接受。可是见过蒋玲以后，我不打算支持弟弟的决定。蒋玲的穿着打扮明显精心挑选过，但衣品中透露着轻浮，我不喜欢。她跟人说话时，眼睛忙着打量，心思忙着揣摩，脸上全是遮掩不住的心机，我不喜欢。她跟人交好是通过谄媚与讨好的手段，我不喜欢。她习惯利用身体接触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消除陌生感，我不喜欢。她通过展现对弟弟的掌控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隐隐表露出挑衅意味，我不喜欢。她拒绝我送的包，在我一口答应下来后，掩藏不及的失望，我清楚看在眼里，不喜欢。不过我没将不喜欢摆在脸上，反而在蒋玲要离开时，当着她的面吩咐弟弟，明天跟我一起去跟方家见一面。一提方家，弟弟就黑脸，没好气地问干什么。我道退婚。弟弟和蒋玲齐刷看向我，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刚见过蒋玲，我立刻提出跟方家退婚。是个人都会以为我对蒋玲很满意，至少弟弟、蒋玲还有我妈都这么以为。弟弟控制不住兴奋，行，姐，我明天就跟你去方家说清楚。蒋玲也一脸受宠若惊，谢谢姐姐。在他俩身后，我妈的眼神跟淬了毒的刀子一样，嗖嗖往我身上扎。弟弟前脚送蒋玲出门，我妈后脚就开始发飙。赵清瑞，你是不是疯了？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退婚，亏你想得出来。不行，这婚不能退。明天你不能带你弟去见方家人，蒋玲算什么东西？你弟绝不能为了他错失方家这棵大树。我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冲我又吼又叫。看她这架势，似乎只要我敢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会一直追着我闹，直到逼迫我妥协为止。我不打算应付她的胡搅蛮缠，淡定掏出手机，在她面前晃了晃。她盯着我的动作，一脸不明所以。我当着她的面拨通弟弟的电话，电话刚响，弟弟接通，喂，姐。我打开免提，扭头冲我妈缓缓一笑，张口对弟弟道，你妈不同意你退婚，你看能不能说服她？要是不能说服的话，明天就不用去见方家人了。她有病吧？弟弟在电话对面狂怒，姐，你不用管她，我马上回来。好的，等你的好消息。挂断电话，我看了看旁边捂着心口大喘气的母亲，又抬起手腕，假装看了看表，云淡风轻道，你儿子很快回来，预估20分钟左右，你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想一想怎么劝他不要退婚，祝你成功。我妈指着我的手指在打颤。赵清瑞，你好样儿的。我唇凉一笑，还行吧，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我向来都是好样儿的。从小到大，我妈和我弟之间的分歧，我妈从来没有赢过，所以退婚一事板上钉钉。我们和方家约在饭店见面，方家那边方晴的父母兄长一同出席，我们这边我妈我弟和我出席。赵家的生意如今由我在打理，换句话说，我是赵家的掌权人，有资格和方家长辈坐在一桌上谈退婚的事。辈分上我矮一头，身份地位上我们是平等的。然而情理上赵家亏欠方家，我带着我弟给方家人赔礼道歉。方晴的父母正眼不看我弟一下，退婚的事就算你们赵家不提，我们方家也是会提的。当初老爷子同意给2家小辈订婚，是看中你爸的才能，认为赵家在你爸的操持下一定能飞黄腾达。说到这里，方家长辈看向我妈，冷笑一声，才接着对我道，后来你们赵家落魄了，是你一个女孩子挽大厦于江青，重新将家业整顿起来。你弟堂堂男子汉没帮上一点忙，早在那会儿我们就有退婚的想法。方府的话刚说到这里，呵，一声短促响亮的嗤笑从我妈嘴里传出来，笑声里浓浓的嘲讽意味瞬间吸引所有人看向她。我也危险地眯起眼睛朝她看去。我妈晃着红酒杯，眉毛高高挑起，斜睨方家人，嘴角不屑地向下一撇，声音尖刻而讥诮，说的好像你们方家多了不起似的。说白了，你们家女儿要是有那么好，我儿子能宁愿要外头的狐狸精也不要她吗？退婚场面本就难堪，现在因为他的一席话，气氛凝到冰点。碍于长辈们都在场，方晴气得咬住嘴唇颤抖，也没有开枪驳斥我妈。方夫人心疼的牙都要咬碎了，一向温柔娴静的她，第一次不顾体面，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我妈的鼻子破口大骂：赵一如，你实在可笑，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来！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你这个儿子谁家看得上？我女儿就是闭着眼睛去街上随便找一个，都比你儿子强。自己养出个什么货色，自己心里没数。我妈最听不得别人说我弟不好，她不甘示弱，砰一声把红酒杯往桌上一放。说时迟，那时快，在她准备反唇相讥的一瞬间，我照着我弟的脸狠狠一巴掌抽过去，啪，5根手指头扇到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屋内剑拔弩张的气氛，硬是叫这突如其来的一耳光给镇住了。我弟捂着脸猛在原地，我妈惊叫着扑过去抚着我弟的脸，气急败坏的找我算账。赵清瑞，你干什么？我拧了我弟一眼，他呆呆看着我，像个傻子。我沉着眼，目光一动，看向我妈，
问他能闭嘴了吗？再怎么说也是我亲妈，同一个屋檐下住了许多年，他秒懂我的言下之意。只要他敢再多说一句，我就再抽他宝贝儿子一耳光。他敢说，我敢抽，看是他先嘴软，还是我先手疼。我妈张了张嘴，我眼神一厉，他连忙闭嘴，打他宝贝儿子。比剜他心窝子还让他疼，他生怕我一言不合又动手。为了宝贝儿子，他哪怕气得心绞痛，也没再冒出一个字。我斟满酒，起身，放低姿态，对方家人道：方叔、姨、方大哥、方晴妹妹，让你们见笑了。我弟跟方晴妹妹有婚约，却跟其他人搅和不清，是他有眼无珠，不识真玉，没有福气。方晴妹妹值得更好的人，我弟配不上她。我们赵家誓约在先，我郑重向你们赔罪。我仰头干了杯中酒，一杯酒而已，哪能解气？然而方赵两家毕竟相交多年，方家人不是那种喜欢在言语上撒泼的性子，因此方夫人尽管仍不解恨，到底没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面带怒色，重重坐下。方府的脸上凝着霜，言简意赅道：罢了，我们本来也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你们家，且不说你弟是个什么样的人，光你母亲的为人，我们就不敢恭维。方赵两家订婚的事就此作罢，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关，退婚谈妥，方家不愿多待，即刻就要走，我亲自送他们离开。方家大哥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们算是同一辈里十分相熟的。他替我叹气，你也是不容易，摊上这么一个没用的弟，奇葩的嘛。我苦笑，是啊，命苦。话音一转，我正色道：不过方少放心，他们影响不了正经生意，希望咱们两家以后依然有一起合作的机会。一码归一码。方家大哥道：做生意是为了赚钱，只要能一起赚钱，就能一起做生意。他这句话算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至少退婚这件事没让方赵两家彻底决裂，不至于影响之后生意上的合作，这对我来说才是第一要紧的事。方家人前脚刚走，蒋玲后脚就出现在饭店里。说到底，他才是最关心我弟能不能顺利退婚的人，一直藏在暗处，偷偷盯着呢。这样也好，省得我花时间再去找他。我将他、我弟、我妈叫回包厢，当着他们三人的面宣布，从今天起不再给我弟零花钱。我弟天都塌了，问我凭什么？你说凭什么？我不咸不淡把理由摆到他面前，你唯一联姻的作用都没有了，还想要零花钱？做梦！赵钦瑞，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怎么这么贪心？我告诉你，赵家的产业永远有你弟弟的一份，你没有资格控制你弟弟的财产。我轻蔑一笑，我有没有资格？法律说了算，你说了不算。你，我妈捂着心口，栽倒在椅子上，夸张的大口吸气，好像要被我的大逆不道气晕过去。她这一招在我小的时候管用，可惜现在的我冷眼看着，只觉得他表演痕迹太重，不明白小时候的自己为什么会被这样拙劣的演技欺骗。我懒得搭理他，目光移到蒋玲身上，他倒是比我妈沉得住气，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太多情绪挤在他的眼睛里，像浪潮一样翻涌。他的心理活动远远不如表现出来的这么淡定，他在算计，在衡量，在飞快地转动脑子思考。我朝他嫣然一笑，善解人意道：弟弟的零花钱可以取消，但不能委屈了玲玲。往后每个月我单独给玲玲的账户打5万，当做给她的花销。蒋玲脸上翻滚的情绪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静止，她惊讶地抬头看向我，我和颜悦色，笑意温柔。她下意识张嘴想推辞，突然想起什么，推辞的话在舌头上滚了一圈，最后变成一句谢谢姐姐。我在心底嗤笑，区5万当不得我弟每个月花销的零头。不过通过上次见面，我估摸调蒋玲5万足够了，我不用给更多，每个月5万足以让他见钱眼开。弟弟嘟嘟囔囔，5万都不够我吃顿饭。我妈气羞羞翻白眼，赵钦瑞，你就算打发叫花子，也不会只给5万吧？无论对弟弟而言，还是对我妈而言，5万就是白菜价，他们压根儿不放在眼里。偏偏蒋玲却将它当成是白捡的大便宜，她遏制不住内心隐秘的欢喜，眼角眉梢全是陶陶然的喜悦，一点讨价还价的心思都没有。我妈见她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血压飙升，这次不用装，真正天旋地转。我不动声色地给蒋玲戴高帽，玲玲不是弟弟以前交往过的那些拜金女，我送她包，她嫌贵，没有接受。可见她是真心想跟弟弟一起过日子的好女孩。我言辞诚宠，煞有其事。蒋玲受宠若惊，她没想到一次弄巧成拙的意外，竟然阴差阳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她乖巧道：姐姐放心，我肯定跟袁飞好好过日子。好，我对她赞赏有加。忽然话音一转，我问她和弟弟，你俩想不想结婚？此话一出，蒋玲整个人都懵了，她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道：想。这回我妈再也忍不住，非常直白且嫌弃地睨了他一眼。但是蒋玲全副心神都被我的提议占满，根本无暇注意其他人的目光。我问我弟，你呢？弟弟忙不迭高声表态，当然想了，既然你们都有结婚的想法，从今天起你搬去跟玲玲一起住，等你们磨合好了，学会怎么过日子了，就可以结婚了。真的吗？弟弟被意料之外的惊喜砸晕，完全忘了零花钱这回事，一门心思只剩结婚。过日子不是简单的事，我郑重告诫他道，婚后你要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这些都不是随口说说而已，你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你的新生活。弟弟连声保证，没问题，小意思，我做得到。等他和蒋玲离开，我妈直接掀翻桌子，赵钦瑞，你怎么这么歹毒？你想毁了你弟？餐桌上的食物哗啦啦摔一地，杯盘狼藉。我招呼服务员过来，跟他道了歉，让他找人收拾撒的到处都是的残渣剩羹。服务员应声而去。我妈见我不理他，气得抓狂。赵钦瑞，我跟你说话。我瞥他一眼，一声不吭，掏出手机给特助打去电话。对，
家里的事已经处理完了，今晚的飞机。好，你准备好机票？什么处理完了？我妈一把扯过我的手机，歇斯底里朝我喊：你爸呢？她心慌意乱地问我：你爸的事你不管吗？什么事？我问：什么事？我妈尖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因为愤怒，她呵哧呵哧喘气，面色扭曲而狰狞。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爸跟外面的贱女人厮混，这么重要的事，你竟然没派人调查？就为这事？我反问的语气仿佛这件事不值一提。我妈抬手就想扇我耳光，我微微后仰躲过，顺手钳制住她的手腕，往外一丢。她怒火攻心，抄起旁边的花瓶往我身上砸，我躲开，花瓶一声脆响，砸在地上，碎片飞溅。闹够了吗？我怒然喝问。我妈被我暴怒的神态吓得短暂恢复理智，我将后牙槽咬了又咬，才压下心底不断翻涌的怒火，重新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愤怒。我静静凝视着我妈，道：不是你说的吗？像我们赵家这样的门楣，男人在外头有1、2个女朋友不算大事，为了家庭和睦，女人应该识大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必斤斤计较，那样会显得小家子气。我妈的眼睛一寸寸瞪大，她应该是记起来了，这是她曾经指责方晴的话。我弟违背订婚契约，跟蒋玲搅和在一起，我妈觉得是方晴不好，所以我弟才宁愿要狐狸精，也不要方晴。他拿过这样的话来维护我弟，攻击方晴。他当时说的有多爽，现在就有多哑口无言。然而当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不会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恨我揭穿了他。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那能一样吗？我是你亲妈，看吧，刀子割到别人身上，他嫌不够血淋淋，刀子割到自己身上，他嚎得比谁都大声，哭喊着全世界都欠他。他确实是我亲妈，可我却很难同情，我觉得他无药可救。关于你和爸的事，我很早以前就给过你建议，我早就告诉过你，你们最好的结局是离婚，是你坚持不同意离婚。爸说过，他愿意净身出户。他休想。我的话遭到强势打断，我妈恨不得将口水喷我脸上。她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什么净身出户，不过是你们父女俩联合起来骗我离婚的把戏。赵氏集团所有的产业都握在你手里，你偏心你爸，他净身出户，你不拿钱养他吗？你对你爸好，我又不是瞎子，我看得着。他一嘴的阴阳怪气，我听笑了。你在埋怨什么？我问。你偏爱我弟，我偏疼我爸，这有什么不对？因果循环而已，因是你种的，我自然也该你来尝。人活着不能既要又要且要，没那种好事，随便你怎么说。我妈咆哮道。总之一句话，我绝不离婚。你爸想离婚，没门儿，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他当年入赘到我赵家，想一辈子轻浮，要不是我赵家给了他机会，他能有今天这么风光的日子。他这辈子的风光体面，全是因为娶了我，不然他屁都不是。现在他想抛下我，他做梦，他激动的仿佛整个人要炸开，而我却保持着与他截然相反的冷淡，轻飘飘问道。既然如此，你哭着打电话叫我回来，想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妈骤然语塞，她不说话，瞪着我，好像被我的这个问题点了哑穴。我面无表情和她对视几秒，她恼羞成怒，撇开视线。我在心底暗暗吐一口气，在开口说话时，尽量控制自己不要有激烈的情绪。其实你心里很清楚，爸不像你说的那么无能，他入赘赵家是因为你不行，你为数不多的几次决策，差点让赵家万劫不复。外公不敢把家业交给你，才想为你找一个靠谱的丈夫，千挑万选选中爸。扪心自问，要不是有爸担着，赵家早垮了。可是你呢？你在爸面前永远高高在上，你张口闭口就是赵家的恩惠，爸连教育自己亲儿子的资格都没有，做任何事情都要看你的脸色，眼睁睁看着你把弟弟养成废物。他为什么提离婚？是因为第三者插足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够你了。住嘴！我妈尖叫，你不要再说了。她摇晃脑袋，头发凌乱，眼中噙泪，捂着耳朵冲我嘶吼，你跟你爸一样，都是白眼狼。这点攻击落在我身上，不痛不痒，我甚至觉得可笑。既然觉得我是白眼狼，为什么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找我解决？你应该找你儿子，你心里很清楚，他帮不了你，所以才来找我，是吗？可是你冷待我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毫无母女感情可言，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凭你觉得我善良吗？呵，我轻笑出声，缓了缓，才接着道。我还是那句话，建议你们离婚，各过各的，对你们都好。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建议，我也无能为力，我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你想让我做什么呢？难道把爸绑回来，关在家里，任由你再折磨他40年？别搞笑了，失败的婚姻就该及时止损。对方晴来说如此，对你来说也一样。我妈垂头坐在沙发上，她仿佛听不懂我的话，满脸魔怔般的不解，口中呢喃道：怎么能一样呢？根本不一样。方晴跟你弟，是他配不上你弟；我跟你爸，是你爸配不上我。方晴被你弟弟甩，是他活该，抓不住男人的心。你爸提离婚，是他不识好歹。我跟你弟弟有什么错？明明是他们对不起我们。他有这种离奇的想法，我一点不觉得意外。我从未指望我妈能把别人当人，在他的世界里，别人轻的不值一提，只有他是宇宙的中心。我懒得再继续浪费时间劝一个死不悔改的人，丢下一句决定离婚再联系我，推门而去。早几年前，奶奶查出轻微老年痴呆症，爸爸想将她接到身边照顾，我妈不允许，爸爸就此提出离婚，搬离赵家，跟奶奶住在一起。我妈不以为意，她以为爸爸会跟从前每一次一样，不管当时心里多么不高兴，等冷静过后，照样乖乖妥协，回到赵家。然而这一次，爸爸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没再回头。我想，
促使爸爸决然离开的原因之一，还包括我妈不愿意我当赵氏集团的继承人，为此不惜伙同外人跟我爸争权。那段时间，赵氏几经折腾，风雨飘摇，后来是我力挑大梁，彻底将我妈踢出局，这才得以稳住局面。经此一事，爸爸觉得我已然能独当一面，故而放心离开。他退休后的生活很悠闲，因为有专业护工的精心照料，奶奶痴呆的症状没有持续恶化。不过，奶奶憎恶我妈，照顾奶奶的护工是个跟我妈差不多年纪的女士，在奶奶的意识中，她才是自己的儿媳妇。我妈人生中唯一一次拉下脸来主动去找我爸，没进家门就被我奶砸了出来。我奶一见我妈就应激，好像她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怪物。我妈回到家哭着给我打电话诉苦，说我爸跟护工搅和在一起，说奶奶老糊涂，不认她这个正经儿媳妇，反而支持我爸劈腿找小三。我问过爸爸，他说护工很好，照顾奶奶很用心。除此以外，关于那位护工再无多余的话。特助给我买的机票是晚上9点，时间还早。我到达爸爸家时，他才带着奶奶从外头踏春回来。护工给我打过招呼，便开始招呼奶奶吃饭。爸爸兴致勃勃拉我去街上卖鱼，他钓了一箱鱼，说照之前的行情，至少能卖200块。我陪他在街上摆地摊，生意很好，他的鱼新鲜，还卖得便宜。没多会儿功夫真卖完了，赚了218块。爸爸抽出18块给我，喏，给你的报酬。我欢欢喜喜收下，谢谢老板。收拾起小摊，我们父女俩走在回家的路上，说起此次回来的原因，提起我妈，爸爸脸上的笑容消失，变得沉默。我与他并肩而行，看着脚下的路，慢慢开口道，每次只要一提起妈妈，你总是沉默。赵女士强势、自私，一堆坏毛病，惹人讨厌。但是爸，她一次次明目张胆，你一次次妥协退让，难道不是因为你对她纵容吗？你有诸多苦衷，你不赞成她对弟弟错误的教育方式，却任由她教育弟弟。她没有经商才能，却总能在重大的决策上指手画脚。我有时在想，如果在教育弟弟的问题上，你跟他抗争到底，弟弟会不会不像今天这么废物？如果在公司重大决策上，你坚决将他踢出局，赵氏是不是不用经历这么多风浪？你掌管赵氏多年，踢妈妈出局不难，你做得到。你只是习惯在面对跟妈妈有关的问题上采取逃避的态度。爸，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其实逃避是另一种不负责任，咱改改吧，别再逃避了。你和妈妈的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与其不明不白的拖着，不如快刀斩乱麻，这样对谁都好。你说呢？复工后不久，我接到消息，爸爸找妈妈谈离婚，谈崩几次后，他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常年分居可以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只是需要满足感情不和、分居2年，并且提供相关的证据。若夫妻感情却已破裂且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妈妈没想到爸爸的态度如此坚决，竟然宁愿闹上法庭，也要和他分开。爸爸豁出去了，他不怕丢脸，不怕家丑外扬，不怕遭人耻笑，而这些妈妈怕。他这个人最要脸面，法庭会给出怎样的判决，已是显而易见。最终，我妈被逼无奈同意离婚。这件事沸沸扬扬，足足闹了1年半。期间，弟弟和蒋玲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纠纷。遵照约定，我每个月给蒋玲的账户打5万，在蒋玲眼中，这是一笔巨款，是她工资的好几倍。然而，这笔钱在她账户上待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我弟给花出去。5万块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我弟花。花光这笔钱后，我弟心安理得地花起蒋玲的工资和储蓄。一开始，即便心有不满，可是考虑到放长线钓大鱼，蒋玲忍着没跟我弟翻脸。1个月可以忍，半年可以忍，时间再长，储蓄见底，蒋玲忍无可忍，她开始埋怨，两人之间出现矛盾。蒋玲怕继续这样下去，影响我弟对她的感情，脑子一转，怂恿我弟贷款。款倒是好贷，就是不好还。我弟花钱如流水，贷的款不够他吃喝玩乐。很快，他们发展成借东贷还西贷，雪球越滚越大。察觉事情逐渐超出掌控，蒋玲又动起脑筋，怂恿我弟找我妈哭穷，从我妈那儿拿钱填贷款的窟窿。我妈手里倒是握着一些资产，她给了我弟一笔钱。蒋玲看准时机，果断出手，捞走了其中一小部分。我妈防着蒋玲呢，一发现她动手脚，立刻向我弟揭穿了他的真面目。事到如今，蒋玲已摸清了我们家的情况。我弟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但赵氏集团的一切全都掌握在我手中。我弟得看我的脸色才有饭吃。我妈爱子如命，当她的儿媳妇，无疑是跟婆婆抢自己老公。我弟被我妈溺爱长大，不担事儿，遇见任何事都希望有人替他解决。嫁给他，相当于多了一个能抱金币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抱出来的金币往往不够他自己花，想占他的便宜，得先跟恶婆婆斗上300回合。看清形势后，蒋玲打消了嫁入豪门的念头，她打算捞一笔就撤。可惜捞到的东西还没在包包里放稳当，就被我妈给逮到了。我妈和蒋玲撕得不可开交，我弟哭唧唧给我打电话，我单独见了他一面，他心力憔悴。姐，你能不能让妈和蒋玲别再吵了？他们吵得我头疼。蒋玲想要钱就给他呗，反正咱家不差这一点。姐，你说的对，结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她要求男人承担家庭责任。老实说，我不想承担，我就想踏踏实实做个无忧无虑的富二代。姐，我想过回从前的生活，谈恋爱太TM考智商了，我体验过1次就够了，再也不想来第2次。如弟弟所愿，我没有为难蒋玲，任由他带着捞到的好处离开，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让弟弟意识到了一件事：爱情和责任挂钩。他给予弟弟的教训，足以为他挣得相应的酬金。作为替弟弟解决这桩麻烦事的条件，我跟他约定，以后你负责照顾妈，记得管好她。弟弟一口答应下来，毕竟对他而言，妈不需要他照顾，是妈上赶着照顾他。至于他和妈怎么相处，我不关心，
我只要大家安生过日子，不要打扰我做生意即可。弟弟果然说到做到。离婚官司尘埃落定后的第3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宅，方嫂来开的门，见是我，脸上绽出真心实意的笑容。小姐回来了，我点点头，换了鞋走进客厅。客厅还是那个客厅，深棕色真皮沙发，红木茶几，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妈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弟弟盘腿坐在她旁边，正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妈拿起一半橙子，习惯性的往弟弟嘴边递，弟弟头也不抬，伸手接过橙子，自己塞进嘴里。然后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下手机，从果盘里拿起一半橙子，反手递到我妈嘴边。妈，你也吃。我妈愣住了，她的手僵在半空中，看着那半递到嘴边的橙子，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张嘴咬住橙子，慢慢嚼着，眼圈有点发红。我在门口站了片刻，没有出声。弟弟先发现了我，高兴地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我妈转过头来，看到我，表情瞬间变得复杂。她下意识地想要拉下脸，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抽了抽，最终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容。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临时决定的。我走过去，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方嫂端来一杯咖啡，我接过来，啜了一口。弟弟坐直了身体，一脸求表扬的表情。姐，你看到了吧？我刚刚给老妈喂橙子了。看到了。我点点头。我最近可听话了。弟弟掰着手指数，每天陪老妈吃晚饭，不打游戏到半夜，还学了怎么用洗衣机。我妈在旁边插嘴，学用洗衣机把衣服洗染色了。妈，弟弟不满地叫了一声，那不是还在学吗？我看着他们母子俩拌嘴，没有说话。距离离婚案结束已经3个月了。这3个月里，我爸正式搬出了老宅，带着奶奶住在他那套小房子里，护工还在，奶奶把他当亲儿媳。3个人倒也过得安宁。我妈刚开始那半个月几乎是崩溃的，她一天给我打10几通电话，哭着骂我爸没良心，骂我不帮她。我的处理方式很统一，电话响3声不接，语音留言不听，短信不回。1个月后，她的电话频率降到1天1通，2个月后1周1通，3个月后，她只在有正事的时候才会联系我。而今天，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从前那种理所当然的怨恨，多了一些小心翼翼。最近怎么样？我问她。就那样呗。我妈低头剥着橘子皮，动作比以前慢了许多。你弟学会了做饭，差点把厨房烧了。那叫差点吗？弟弟抗议，就是火大了点，冒了点烟。消防队都来了，叫冒了点烟。我听着他们吵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妈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抬头看着我，你爸最近还好吗？我看了他一眼，他立刻补充道，我就是随便问问，不是关心他，我就是想知道他离了我过得好不好。挺好。我说每天钓鱼，照顾奶奶，日子过得很清闲。哦。他低下头，把橘子皮掰成一小块一小块。那就好。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的不像他。我记得3个月前，他还在法庭外面堵着我爸，哭着喊着说他不得好死。现在他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剥橘子皮，问我爸过得好不好。弟弟在旁边小声说，妈上周偷偷去爸那边了。我妈猛地抬头，谁去了？我就是路过到人家小区门口站了半小时。弟弟毫不留情地拆穿他。我妈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翕动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低下头，把手里的橘子皮揉成一团。我看着他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些陌生。见到爸了吗？我问。他摇了摇头，声音闷闷的，没进去，隔着窗户看了一眼。弟弟在旁边补充，妈回来以后哭了半宿，非跟我说她不在乎。赵元飞。我妈恼羞成怒地拍了弟弟一下，弟弟嘻嘻笑着躲开。我看着他们，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特助发来的消息，下一季度的预算方案已经发到邮箱，需要我今晚之前确认。我回了一个收到，把手机放下。姐，你什么时候走？弟弟问。晚上。这么急？我妈脱口而出，说完又像是觉得自己表现得太在意了，赶紧补充道，工作重要，别耽误正事。我站起来，我去楼上拿点东西。我的房间还是老样子，方嫂定期打扫，被褥换洗得干干净净。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花园，花园里的月季开了，那是很多年前我爸种的。他走了以后，这些花没人打理，却依然每年都开。我站了一会儿，下楼的时候听到厨房里传来声音，是我妈和弟弟。这个糖不能放太多，你姐不喜欢甜的。我知道，少放一点。妈，你别动那个锅，我来。你行不行啊？上次把锅底烧穿了，那次是意外，这次肯定行。我站在楼梯口，没有走过去。过了一会儿，弟弟端着一盘番茄炒蛋走出来，脸上还沾着面粉。我妈跟在他后面，手里端着一碗汤。姐，吃饭了。弟弟招呼我，一脸得意。尝尝我的手艺。我走到餐桌旁坐下，桌上摆着4个菜：番茄炒蛋、清炒时蔬、红烧排骨，一碗冬瓜汤。番茄炒蛋的颜色不太对，偏黑；清炒时蔬的菜叶子有点蔫；红烧排骨的卖相最好，但那是我妈做的，我记得这个味道。弟弟殷勤地给我夹了一筷子番茄炒蛋，姐，你尝尝。我夹起来放进嘴里，咸，非常咸，咸到发苦。怎么样？弟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嚼了2下，咽下去，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还可以。我说。弟弟高兴得差点蹦起来。我就说我能行。妈，你听到了吗？姐说还可以。我妈在旁边撇了撇嘴，但她眼里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我想了想，那大概叫满足。吃完饭，弟弟自告奋勇去洗碗，厨房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和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伴随着弟弟哎呦我操的惊呼和碗碎了的脆响。我妈心疼的直抽气，站起来想冲进厨房，走到一半又停住了脚步。她看了我一眼，
好像在等我发话，让他洗。我说晚睡完了再买新的。我妈咬了咬嘴唇，重新坐下了。客厅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厨房里弟弟笨拙的洗碗声。瑞瑞，我妈忽然开口，叫完这个名字，她自己先愣了一下，然后改口道：亲瑞。妈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看着她，她低着头，两只手搅在一起，指节发白。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快要听不见。对你不够好，对你爸不够好，对所有人都不够好。我没有说话。你爸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想起你小时候，你考了第1名回来，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只顾着你弟有没有吃饱。你发烧到39度，我让你自己去医院，因为那天你弟要上补习班，我得去接他。我想起这些事，一宿一宿睡不着。他抬起头，眼圈红了。妈知道现在说这些没用，你肯定恨我。我不恨你。我说。他愣住了。恨需要感情。我看着他，我们对彼此没有那种东西。我妈的嘴唇开始颤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眼泪先掉了下来。她用袖子胡乱擦着眼泪，越擦越多。我知道。她哽咽着说，我知道，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把你爸做没了，把你也做没了。厨房里的声音停了，弟弟探出头来，看到我妈在哭，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去。水龙头重新哗哗响起来，我递了一张纸巾给她，她接过去捂在脸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不求你原谅我。她哭了一会儿，终于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我就是想告诉你，妈知道自己错了，真的知道了。我看着窗外渐沉的暮色，没有说话。我妈哭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下来。她用纸巾擤了擤鼻涕，深吸一口气，勉强露出一个笑容。不说这些了，你晚上几点的飞机？我让袁飞送你去机场。不用，特助安排了车。哦。她又低下头。我站起身，拿起外套荷包。姐，你要走了。弟弟从厨房跑出来，满手洗洁精的泡沫。我送你，先把碗洗完。我说，哦对。他又跑回厨房。我妈送我到门口，他站在玄关处，有些手足无措，多注意身体。他小声说，别老熬夜。有空的话，偶尔回来吃顿饭。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不用经常，偶尔就行。我看着他，3个月前，他还是那个歇斯底里，以自我为中心的赵一如。3个月的时间，不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人，但足以让他开始改变。好，我说。我妈的眼睛亮了一下，她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忍着眼泪。我拉开门，走进夜色里，车子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我坐进后座，靠在椅背上，手机亮了，是方大哥发来的消息。下个季度的合作方案我已经发你了，有空看一下。我回了一个好，把手机放到一边。车子缓缓驶出别墅区，我回头看了一晚，透过窗户能看到客厅里的灯光，我妈和弟弟的身影映在窗帘上，一高一低，像是在争执着什么。应该是弟弟又把碗打碎了。我转过头，闭上眼睛。特助在前排问，老板，直接去机场吗？车子汇入城市的车流，老宅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回发高烧，那天下着大雨，我妈把我裹在一件大人的雨衣里，背着我去医院。雨水浇透了她，但她把我裹得很紧，一滴雨也没有落在我身上。那大概是我6岁之前的事。后来弟弟出生了，这样的记忆就再也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我不需要这些，也确实不需要。没有这些，我不也长成了现在的样子？赵氏集团的掌权人，能把一切处理得干净利落。可是此刻坐在去机场的车里，我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手机响了，是弟弟打来的。姐，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咋咋呼呼的。妈让我告诉你，番茄炒蛋他重新做了一份，比我的好吃多了，让你下次回来吃。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气急败坏的声音，我没让你说这个，我只是说做了一份而已。什么时候说让他回来吃了？你刚才明明说了呀。我没有，就有。我听着电话那头的争吵声，嘴角弯了弯。挂断电话前，我说告诉他下次回来吃。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然后我听到了我妈的声音，远远的，像是从电话旁边传过来的。她真这么说的？真的真的。姐说下次回来吃，你小声点，让她听见了多不好。妈，你哭什么呀？这是好事啊。我没哭，是油烟熏的。我挂了电话，看向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的亮起来，万家灯火，每一盏都是一个家庭。我的家曾经支离破碎，满地狼藉，但现在似乎正在慢慢拼凑起来。虽然那些裂纹还在，虽然有些碎片再也找不回来了，但至少它还在，这就够了。回到公司后的第2周，我爸来了，他自己坐公交车来的，提着一个泡沫箱子，在公司楼下等我。保安打电话上来的时候，我正在开视频会议。赵总，楼下有位老先生找您，说是您父亲。我愣了一下，我爸从来没有来过公司，即使在他执掌赵氏的那些年，他也更习惯待在工厂和仓库里，而不是坐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让他上来。我说5分钟后。我爸拎着泡沫箱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脚上一双旧布鞋，头发比上次见面又白了一些。爸，你怎么来了？他把泡沫箱放在地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今天钓的鱼特别好，个头大，给你送几条来，都是新鲜的，还活着呢。我走过去打开箱子，里面是7、8条鲫鱼，在泡沫箱里活蹦乱跳，溅了我一脸水花。晚上让厨房给你炖鲫鱼汤。我爸说你从小就爱喝这个。我把他让到沙发上坐下，让秘书倒了杯茶。我爸打量着我的办公室，目光里有些感慨。这间办公室以前是你外公的，我知道，如果他能看到你现在，一定很欣慰。我没有接话。外公走得早，我对他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记得他是个很严肃的老头，每次见到我都会板着脸问功课。只有那么一次，我考了年级第1，
他破天荒地笑了一下，给了我一颗奶糖。我爸喝了口茶，有些局促地清了清嗓子。亲瑞，爸今天来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我想把房子过户到你名下。我眉头微动，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爸搓了搓手，我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地段还行，我想把它过户给你。和你妈离婚的时候，我们要照家什么东西，就这套房子是我的，我留着没用，你拿着。将来不管是自己住还是卖了都行。那你呢？我和你奶奶租房子住就行。我一个退休老头，用不了多大的地方。我看着我爸的脸，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讨好的意味，好像生怕我拒绝。护工阿姨怎么办？我问。我爸愣了一下，然后脸微微红了，说什么呢？我跟他没什么的，这话你得跟你自己说。我爸沉默了几秒，轻轻叹了口气，他确实挺好的，照顾你奶奶比我还上心。但是我跟你妈刚离婚，现在谈这些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会让别人说闲话。什么闲话？我爸不说话了。爸，我看着他，你活了大半辈子，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怎么看你，你怎么看别人？你在意了60多年，还不够吗？剩下的日子为自己活一次吧。我爸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亲瑞，爸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生了你，那你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苦笑了一声，最错的太多了，由着你妈把袁飞养废了，由着他欺负你，由着他把公司搅得乌烟瘴气，什么事都退让，什么事都逃避。你说的对，逃避是另一种不负责任，这些我改不了，太晚了。不晚。我说你刚才不是还送鱼来了吗？我爸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一起，居然有几分好看。对，不晚。他站起来，行了，爸不耽误你工作了，鱼记得炖汤，别放太多盐。我送他到电梯口，临近电梯的时候，他回过头，对了，你妈最近还好吗？这个问题和那天在老宅我妈问的问题一模一样。挺好，我给了同样的回答。弟弟在学做饭，虽然不太成功。我爸咧嘴笑了。袁飞学做饭，那厨房不得遭殃。消防队去过一次了。我爸哈哈大笑，笑着笑着，他的表情变得有些感慨。你妈那个人啊，脾气的确不好，做了很多错事，但她也不容易。她从小被你外公惯坏了，一辈子没学会怎么爱别人。不是她不想，是她不会。电梯来了，她走进去，在门关上之前说了一句，有空的时候替我去看看她。电梯门合上了，我站在原地，看着楼层的数字一格一格跳下去。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爱人的方式就是把对方推开。我妈是这样，我爸也是这样，他们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终于推到了再也回不去的距离，然后回过头来问我，你替我去看看他好不好？这些话为什么不能自己说呢？我回到办公室，给弟弟发了一条消息，明天带妈去体检，上次方嫂说她血压有点高。弟弟秒回，好的姐，交给我。然后又发了一条，姐，我今天做的红烧肉成功了，妈吃了2碗饭。下面是一张照片，一盘颜色可疑的红烧肉，旁边是我妈的侧脸，正低头扒饭。我把照片放大，看到他的鬓角又多了几根白发。退出微信，打开邮箱，特助又发来了新的文件。我深吸一口气，重新投入工作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距离那场沸沸扬扬的离婚官司已经过去了1年半。在这1年半里，弟弟和蒋玲的事情彻底了结了。蒋玲带着捞到的那笔钱离开了这座城市，据说过得还不错，又找了一个老实本分的上班族男朋友。弟弟消沉了2个月，然后被我妈逼着报了一个烹饪培训班。培训班的老师跟我妈反馈，您儿子天赋异禀，适合做烧烤，因为烧烤不用掌握火候，烤糊了也能说是炭烧风味的。我妈回来气得够呛，拉着我弟练了整整1个月的炒菜。现在弟弟已经能独立完成4菜1汤了。虽然味道时好时坏，但至少不会再惊动消防队。我妈的变化更大一些，她开始学着一个人去超市买菜，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电视。刚开始的时候，她天天给弟弟打电话，哭着说家里太安静了。后来渐渐习惯了，她甚至报了一个老年大学的书法班。你妈写的字跟鸡刨似的，方嫂偷偷跟我汇报，不过老师挺有耐心，每节课都夸她有进步。有一次我回去，看到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字，是我妈写的，上面只有4个字，家和万事兴。字写得歪歪扭扭，还印了墨，像小孩子刚学字时的涂鸦。我妈站在旁边，紧张地看着我，写得不好，别笑话我。我看了半天，说还行，她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弟弟在旁边悄悄跟我说，老妈写了30多张，挑了一张最不丑的挂上去。我笑了笑，我爸那边也有了进展，他在我的鼓励下，终于鼓起勇气跟护工阿姨表明了心意。护工阿姨脸红了整整3天，最后点了点头。他们没有办婚礼，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一张结婚证，然后请我和弟弟吃了顿饭。席间，护工阿姨，现在该叫阿姨了，有些紧张地给我敬酒，连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干了一杯，她高兴的眼眶都红了。奶奶仍然是老样子，她认不得大部分人了，但认得我爸，认得护工阿姨，偶尔还能认出我来。每次我回去，她都会拉着我的手，管我叫秀兰。秀兰是我妈的小名，我没有纠正她。我妈知道我爸再婚的消息后，沉默了整整1个下午。那天晚上，她给我打了电话，这是近3个月来她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亲瑞，她的声音很平静。你爸他过得好吗？挺好的，那就好。他停顿了很久，那就好。然后他挂了电话。第2天，弟弟告诉我，我妈把卧室里那张结婚照摘下来了，没有撕，也没有扔，只是用一块布包好，放进了柜子最底层。他说他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弟弟说，
以前那张照片挂在床头，他每天晚上都盯着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摘了，倒头就睡。我想了想，大概是放下了。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拿起，是放下，尤其是放下那些曾经认为理所当然、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又过了1个月，我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是方晴打来的，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清淡。金瑞姐，好久不见，我下个月订婚，想请你出席。我愣了一下，我哥说你帮了我们家很多忙，我也一直想谢谢你。当初退婚的事，你的处理方式让我没有太难堪。方晴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笑意，当然难堪还是有的，毕竟是被甩了吗？但你那一巴掌，多少替我出了口气，恭喜。我说谢谢。他停顿了一下，对了，我未婚夫是我留学时的同学，跟你一样也是做金融的，到时候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好，挂了电话。我在日历上标了个圈，弟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跑来找我，姐，方晴要结婚了，对象是谁？人品怎么样？家里条件好不好？他一脸八卦的凑过来，你有没有调查过？关你什么事？弟弟被噎了一下，挠了挠头，也是哦，跟我没关系了。他安静了一会儿，又说，其实方晴挺好的，我当时就是被蒋玲那种新鲜感冲昏了头。现在想想，人家方晴是正经大小姐，有教养有学识，我确实配不上她。你知道就好。姐，你说我以后还能找到对象吗？看你表现。弟弟急了，我最近表现多好啊，天天做饭，陪妈散步，还学会了修剪花园，方嫂都夸我了。那就看你自己的缘分了。他嘟囔了几句，悻悻地走了，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姐，你什么时候给自己找一个？我抬起头看着他，你都快32了吧？弟弟掰着手指数，也该谈恋爱了。你很闲，我就是关心你吗？他缩了缩脖子，你自己说的，失败的婚姻要及时止损，但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开始啊。方晴都知道往前看了，你这当姐姐的不能落后。滚！弟弟嘻嘻笑着跑了。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繁华的城市夜景。谈恋爱，我想起几年前倒是有一个人的，一个同行的合伙人，温和儒雅，对我也有好感，我们吃过几次饭，聊过几次行业趋势，气氛都很好。直到有一天，他邀请我去看一场电影，我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我妈打电话来哭诉我爸要离婚，我连夜赶回家处理，错过了电影的时间。后来他就渐渐疏远了，我没有挽留，不是不遗憾，只是对我来说，遗憾是一种太奢侈的情绪，有太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有太多问题需要我去解决，没有时间留给遗憾。窗外忽然亮起了烟花，有人在庆祝什么，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城市上空绽放，一朵接着一朵。我看了片刻，收回目光，继续看文件。手机亮了一下，是爸爸发来的消息，金瑞，阿姨今天做了你爱吃的酱牛肉，明天给你送去。然后又发了一条，他让我问你喜欢吃甜酱还是咸酱，我回都行。第3条消息紧跟着就来，那就一样做一半，后面跟着一个笑脸的表情。我把手机放到一边，嘴角不知不觉翘了起来。窗外的烟花还在继续，这座城市有无数扇窗户，无数盏灯火，无数个家庭。我的家庭依然不完美，我妈依然有点作，弟弟依然不太靠谱，爸爸依然改不了逃避的老毛病，但他们都在试着改变，试着往前走，这就够了。至于我，外面有人敲门，是特助老板，与方氏集团的合作案，方少那边已经确认了，需要您签字，拿过来。我翻开文件，快速浏览了一遍，在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赵清瑞。收笔的时候，我看到窗外最后一朵烟花绽放，照亮了整个夜空。我合上文件夹，递给特助。对了，老板。特助接过文件夹，补充道，方少刚才在电话里说，他妹妹的订婚宴，他全家都希望您能赏光。知道了。他还说，特助推了推眼镜，他妹妹想请您当证婚人。我挑了挑眉，需要我回绝吗？我想了想，想起方晴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你那一巴掌多少替我出了口气。不用，我说我当。特助点了点头，退了出去。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1个月后的订婚宴，方晴穿着一身紫的旗袍，挽着未婚夫的手臂，笑得温柔得体。方夫人眼眶红了一整场，方父端着酒杯跟所有人碰了一圈，方大哥在一旁照应着，偶尔跟我交换一个眼神，眼神里全是我妹终于嫁出去了的欣慰。我妈也来了，这是离婚后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脸上多了些皱纹，但精神头很好。弟弟跟在她旁边，西装革履，居然有几分人模狗样。他见到方晴的时候愣了好几秒，然后老老实实的说了声恭喜。方晴大大方方的回了句谢谢。一切都过去了，仪式进行到证婚环节，我站上台，对着话筒看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宾客和我手里那张写的密密麻麻的讲稿。讲稿是方晴提前发给我的，足足3页纸，洋洋洒洒的写满了对未婚夫的赞美，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双方父母的感恩。我把讲稿放下，方晴让我念这个，我对着话筒说，写的挺好的，但我念不来。台下笑了起来，我就说几句。方晴是我见过的姑娘里面最有教养的之一，当初我们赵家对不起她，她没有闹，没有闹得很难看，她给了赵家体面，也给了自己体面。今天她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为她高兴。但是我看着方晴的未婚夫，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让他受委屈，赵氏所有的法务资源都可以为他所用。方晴的未婚夫愣了一下，然后正色道，不会有那一天。那就好。我举起酒杯，祝你们百年好合，百年好合。满堂宾客齐声应和。我回到座位上，弟弟凑过来小声说，姐，你刚才那句话太帅了，不过咱们家真的有法务部吗？回去就建一个。弟弟伸出大拇指，我妈在旁边看着方晴和新郎交换戒指，她的表情很复杂，有些不甘，有些羡慕，但
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方晴这丫头，她忽然说穿旗袍比我当年好看。妈，你当年穿过旗袍？弟弟问。当然穿过，大红的，金线绣的凤。我妈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遥远的骄傲。那时候我可是全城最好看的新娘子。那现在呢？现在，我妈摸了摸自己的脸，笑了一下。现在是全城最凶的老太婆，哪有？我妈最好看了。弟弟搂住我妈的肩膀，夸张的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我妈天下第一大美女，行了行了，大庭广众的。我妈推开她，但嘴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订婚宴结束后，我开车送我妈和弟弟回家，两个人都喝了点酒，坐在后座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妈，等会儿回去我给你煮醒酒汤，我新学的配方，加了蜂蜜和柠檬，又打算毒死我。看您说的，我改良过了，上次只是蜂蜜放多了点，不至于毒死。上次我拉了3天肚子，那是你肠胃不好。赵元飞，你是不是找打？不敢不敢。我开着车，听着后座母子俩拌嘴，嘴角始终挂着一丝笑意。车子驶过城市的灯火，驶过人间烟火，驶过那些曾经破碎又慢慢拼凑起来的时光。后视镜里，我妈靠在弟弟的肩膀上睡着了，弟弟一动不敢动，朝我比了个虚的手势。手机又响了，是爸爸发来的消息，酱牛肉已经送到你公寓楼下了，放在门卫那里，记得去拿。甜酱咸酱的2份。下面是一张照片，泡沫箱子里码着整整齐齐的酱牛肉，旁边还有一袋手工饺子，阿姨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也是你爱吃的。我单手回了一个收到。车子拐进别墅区的大门，保安认出了我的车，敬了个礼放行。路灯一盏一盏的往后退去。到家了，弟弟小心翼翼地把我妈扶下车，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